嗨，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欢迎今天来到我们 Go Summit 的线上会议啊！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接过娱乐的蔡飞桥韭菜。那我们今天要来谈的题目是如何去从台湾的 LGBT 的跟BL 的这个内容行销的部分，还有发行策略的部分，去看它到底跟这个市场发行电影到电视剧跟网剧这部分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所以呢，我们非常欢迎今天我们也有邀请现场4位的来宾一起来跟我们来讨论这样的一个市场上面的趋势。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前猴子整合行销的行销总监，也是前猴子负责人王世王哥。大家好。是的，然后第二位的部分呢，是我们在资深监制张平北，平北。嗨，大家好。是，最后在接下来的部分是我们从日本这边一直在做一个平台上面 video market 的Anita 宋嘉玲。嗨，大家好，我是宋嘉玲安妮塔。是最后呢，则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国际市场上面、酷儿上面都一直有非常多的影像方面的作品的有杰德创意影音的林英凯 Nicholas。嗨，大家好。好，是的，我们现在就是会跟大家跟我们今天的4位来宾的部分一起来讨论有关于整个的同志市场 LGBTQ 还有 BL 市场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差别。大家都知道，在今年的10月的部分，我们其实在全台票房终于第一次开出前3名都是台湾的电影，而里面比较好玩的部分是在里面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跟亲爱的房客都名列在中，这2个都有同样的同志议题的成分在里面。刻在你心底的名字这部电影呢，其实它是新人演出，那么呢，它的电影背景还拉到了1987年，就是比较以前的时代。那但是票房目前已经超过了8000万，然后也已经突破台湾的同志电影的票房。那亲爱的房客呢，则口碑上面则是透过了在刚开始上映的时候，也在全台攻占过票房北市票房冠军。所以我们想要请教一下王石大哥，相对于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它有同志时代的意义。那亲爱的房客的同志其实是种日常，其实是一种背景上面的部分而已，讲述的其实是反而是人跟人相处的一个人性上面的枝节末微的一种感动。你当初怎么去评估这样的市场？怎么去评估这样的一个发行同志情感议题的东西，是不是必须要特别的考量？因为你发这么多的片，有商业片，然后有纪录片，有现在纪录片在上，然后又有这样的同志议题，但是这个议题又不是这么的同志，它反而是一种背景的部分。你会谈了解。我觉得台湾这几年在影视的类型上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元。我还记得大概可能10几年前的时候，就说如果要发一个同志电影的时候，其实大家会比较这个很多观众来看是不是有一种禁忌感，然后是因为是很多地方看不到，然后会觉得有一种很刺激的感觉。可是现在你会发现十多年过去了，当台湾这个同婚都已经变成一个大家都能够认知的一个日常，然后每一年这个同志骄傲的大游行是来自全世界的这个同志朋友都会来参加，变成国际盛事的时候，其实同志的影视在台湾也经历不同的一个演化或者是一个进化的过程。亲爱的房客其实它从最外面的框架来讲，其实类似一个家庭剧，family 的东西。有人说它像日本的横山家之味，里面有一句台词很多时候被quote，就是说那里面莫子仪跟这个陈淑芳说，如果今天我是女的，你还会问我这个问题吗？我有个同志朋友看完他自己害怕说，其实根本这就是个苦情媳妇的一个故事。这就表示说，其实大家现在看待许多有同志元素的，不管是电视、电影等等的作品的时候，其实已经会把它真的就当做它只是类型元素中的其中一种，而会去用一个更大的框架来理解。我们刚刚讲了，亲爱的房客，它的最外层其实是一个这个家庭片，这个家庭片有这个老中青3代，然后有这个父子的亲情，然后里面有爱情，就是姚淳耀跟莫子仪的。但其实这2个人间的爱情是电影里面琢磨最少的部分。所以其实假设我们用苦情媳妇这个角度来理解莫子仪角色的话，它其实就跟台湾一般很多的我们讲好玩点乡土剧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那你说刻在你心里名字为什么能够突破过去大家认为的同志电影的天花板？我觉得第一个，它有一个时代的跨度。比如说你在这个那些年，你在少女时代，或者在女朋友男朋友里面，其实都看到这个时代的跨度。其实这个是一个很集体记忆的一个召唤跟一个情怀。第二件事情是，里面不管是陈浩森或者曾敬骅，怎么都太帅了，非常非常的赏心悦目。
那所以对很多观众来讲，我看的是一个时代的氛围，我看的是一个两个帅哥谈恋爱，它有一部分其实。因为对我来讲，我其实自己本身并不是那么能够去精确的划分究竟什么样的作品它是比较 label 成好，比如说同志议题什么样是的 BL，但显然就是柯赞的这些名字，我觉得在整个内容的商业性上，在这个主角的颜值上，还有包括他整个行销操的这个力道跟广度上，其实每一件事情都已经展现他强大的要跨出同温层或特定类型的这样一个企图心，所以才能够成为。我觉得虽然今年还没有过完，但我们应该大家都知道，就是他应该就是今年的台湾电影的票房冠军了，这个毋庸置疑。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这个观众的成熟跟进步，同时也是台湾的影视工作者一路以来不断的去冲撞到大家都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说这个议题已经不是议题了，它根本没有这么了不起，也没什么好猎奇，没什么好或没什么禁忌的时候，其实这个有趣的问题其实反而是下个阶段。下一个阶段，如果要做跟同志有关的电影的时候，它会长成什么样子？它必然跟现在当下或10年前、20年前的东西非常非常的不同。对，所以其实像我们在操作刻在你心里的名字的部分，他就会碰到了一个，我们知道他一定就是那个年代的同志氛围，在解严，因为是在讲到解严时期，在解严时期到底。毕竟离我们可能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哈，那但是有很多现在的小朋友可能更是一个他不知道什么东西是那个年代，那对他们来讲现在都已经这么开放了，这个就有趣了，对，最有趣就是说这些看似困难或时代的规则或对于这个性别的禁忌，其实如果你把它一样，我们把它常态化来看，我们看琼瑶的戏，我们看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前的这些。许多的电视剧或电影里面，爱情最大的阻力什么是身份跟阶级？它其实就是要制造你要去制造某一种冲突，或者是男女主角要克服的困难的时候的一个大山。只是有时候是性别，有时候是阶级，有时候是身份，有时候是地理上的距离，比如说远距离谈恋爱。所以其实这个也是一种，就是说对于可能本身不一定是同志朋友来讲，他理解的这个角度就是因为时代。很压抑，或者因为那个时候还不能正常的，很这样公开的去谈恋爱，所以这个成为他们爱情能够有结果的一个阻碍，就是跟其他事情带来的阻碍其实一样的，都是阻碍，所以它其实已经变成戏剧元素的一个环节。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就讲说，就像那个你谈恋爱谈到后来一定要跟外星人啊，一定要南北韩的界限啊，你知道，就有一个东西不能被跨越的，它才能够把你的爱不爱、喜不喜欢变成更加的特别。是的，那时候为了我们要去跳出的同温层，我们知道同志他一定会来看，他不见得一定会100%的认同，因为每个人都会有每个人的喜好。但我们就希望让他去特地跳出刚刚讲的同温层的部分。所以虽然刚刚网友师哥有讲到了所谓2个男生这么的帅的这件事情，我们就要让他知道，他不只是一个同志天才或者是怎么样，我们要让很多的腐女，刚刚讲的腐界的朋友部分就可以一起进来感受，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去拍很多的他们的日常，接近彼此，眼神交流，让大家在还没有进电影院的时候，可能就可以感受到这2个人应该要在一起吧。因为当你有这个感觉的时候，进了电影院，他们发生的任何事情，你的认同度就会更高，你就会觉得说，天哪，怎么可以不能够怎么度过这个困难吗？赶快讲，为什么不讲啊？会跟着一起难过。他就可以跨出了所谓的同志的同温层。是，接下来可能像亲爱房可以做得很好，就是我们就开始去讨论了有关于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父母，你到底会不会因为你的小孩就是因为是 LGBT 对非血缘的、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对，然后以及你真的可以承认他就是对，就像说的媳妇儿，你是不是就不会有是个女的你就不会问这个问题了，是个男的你就会来问这个问题。有没有？这个就很好玩，这是我们从影视当中的这样的部分，其实我们可以扩展到很多的人生跟日常上面。对，所以其实林建一照来讲应该是一个200分的媳妇，对不对？没有血缘，帮你把老的小的都打点好，哇！对，然后打点完之后还赶快自己默默退开，默默退开啊！你们吃就好了，哇塞，真的是拥有这种传统三从四德的好媳妇。对，所以其实它很日常，那好像真的透过了所谓没有性别差别这件事情，是，他们就是这样的生活，也碰到这样的一个状况，是，也就是像在
可在你心里面直接讲，我敢大声说出我喜欢谁，你敢不敢？很多人就说，哎，不管是什么年纪，不管是什么时候，你都会敢做这件事情。是。好，所以像在电影的部分呢，我们其实很高兴是台湾可以对这样的一个作品的部分开始慢慢的接受，而且接受的幅度非常的广阔，甚至可以超越了很多以往的一个票房上面的标准。但是在国际市场上面的部分，它这样的东西对于我们来讲，到底是好到底是我们的一个优点，或者是一个我们特别可以跟其他地方去加入他们市场竞争的一个部分。所以像想要问一下 Nicholas， 就是从 OTT 市场来看的话，刚刚乌拉的部分一直在为它等于算是首创全亚洲 LGBT 同志酷儿的这一个专属影视的线上平台，所以你们已经接触到非常非常多个国家，他们不同的观众群feedback 有关 LGBT 这边的喜好或收看的类型，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别啊？台湾、亚洲跟全世界？就顺着这个问题，我就直接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我们是有个进程在的。那其实嘎嘎乌拉是在2016年，其实我们在2016年的第3届台湾国际酷儿影展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已经 soft launch， 所以在11月的时候，就是酷儿影展结束之后，我们就 soft launch 在台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这个图片上写是2017，是因为我们2017的1月份才正式上线这样子。那在 soft launch 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开始有很多影展那个时候的粉丝上来，然后去使用这个平台。那其实在我们的进程从2016年、2017的下半段，我们就已经把台湾的这个服务打到全亚洲、全东南亚的部分，然后再到2019年的5月份，我们再加上印度这边的南亚的部分。那在2020年，也就今年的5月份，把所有的服务投放到全球去这样子。那所以它的进程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在现在目前嘎嘎乌拉拉，我想说前面先跟大家讲一下现在目前嘎嘎乌拉的一些状况，也可能比较知道说我们的一些数据分析上哪一些是比较有参考性跟价值的部分。那现在目前我们的总 total 的市场其实已经才今年的5月份才到全球嘛。那所以全球的时候，我们的前8大市场已经占了85%的 percentage。那第1名还是在台湾，因为其实我们选片人还有我们的操作都是以台湾基本为主，所以这个市场是在台湾为主是很明显的。不过其实我们从5月份之后，台湾的市场跟其他市场的比较，其实其他市场冲上来非常快，特别是其实菲律宾是在我们第2阶段开放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国家加进去，但是在前期的操作上面，其实他一直没有找到他该有的一个 know how 在。不过在今年度的时候，今年年初我们开始有进了一些那个菲律宾的内容之后，就很不一样。菲律宾已经变成从一开始可能是10几名的市场，飙到我们现在的第2名市场这样子。那美国也是很快，你看在5月份一直到现在已经到第3名的市场了这样子。那泰国跟往后的这些市场，泰国是在我们去年的时候也是发现有就是一个很精准的一个节点进到这个市场之后，它就慢慢的上来了。那接下来的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印尼也都是我们在前期一开始做的时候，它就已经在稳定市场里面的一个市场状况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市场我上一下，其实我觉得不同的市场其实进入市场一个很大的要件其实还是你的语言，所以我们其实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到今年年初开始把一些语言都加进去。其实我们一开始是有提供英文跟中文，然后后来再把印尼文，然后再泰语都加进去。那这2个市场，因为泰国市场其实是在加入泰文之后，整个从很后面飙到前面来。那印尼文的部分虽然加进来，但是我们可以记得其实在全世界里面还有几个国家是应该讲蛮多国家是还没有婚姻平权的。那印尼这个国家其实在于同志的平权上是非常低的。那不过它的市场能够在我们的前8名，我们也觉得很神奇这样子。那加入它的那个印尼文之后，其实也是一个主要的原因。好，那我们看一下接下来的部分。好，LGBTQ 其实各分别代表这4个象限。那其实在我们平台上面，我们觉得平台上的数据上所分析出来，这几个类型呢，其实最多人看的应该是这样子的分类。所以是从男同志、女同志、
跨性别到双性恋的议题。那我们并没有说男同志一定看男同志的东西，女同志一定看女同志的东西，因为我们的平台在初期的时候有做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调查，是我们其实在大家填资料的时候，我们会问说，你是什么性取向？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我们大概2个礼拜之后就马上关掉了，因为我们收到非常多的客诉，他说为什么一定要填这个资料？那当初或者是其实也是填男生或女生，这2个东西我们都被客诉非常多，因为我相信其实大家愿意到这个平台上使用的时候，他其实是抱着一个既害怕又怕，既喜欢又怕受伤害的一个想法，因为他们必须要把他们个人资料填进来给我们。虽然说不一定是真实姓名，但是你一定要有一个真实的 email 跟真实电话，所以基本上对他们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跨越跟挑战。对，那所以没有了这个东西，其实我们不但能够再从我们后台上看清楚说男同志看男同志的东西，或女同志看女同志的东西这件事情。不过整个的分别，我们可以帮我用下一张，可以从2个部分来看哦，就是为什么男同志看的比较多，或女同志看比较多。因为我们的平台上其实有一个分类，叫做男同志、女同志、跨性别跟双性恋这样子的一个性取向的一个tag， 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电影都分成这四个象限。那我们从这4个象限里面去点击的那个平均数字上来看，它的百分比，男同志远远超过于女同志非常多，然后女同志超过于双性恋的也多很多，然后跨性别是非常少的。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标签下，我们稍微记一下它的4个分类，然后再往下，我们看了一下8月份跟7月份我们的电影的观看，这是电影的观看哦。那下面我们再看其他的电影的百分比，男同志在7月跟8月份观看的百分比远远超过于女同志，然后女同志跟跨性别比较，然后跨性别再跟双性恋的比较，这样子的议题其实就可以很看。那我们刚刚在上一页的时候有看到一件事，就是跨性别的百分比其实只有1%点几，那双性恋是比较多。不过在实际上的观看上，其实双性恋的观看跟跨性别的观看，跨性别是比较多的。那我们的平台上的一些片量，其实男同志的片量大概是女同志的3倍，然后女同志的内容跟跨性别的内容跟双性恋的内容又是高于很多的。所以从片量上来看，我们可以从片量上来推估，有可能这个观看状况是因为片量的关系，但是实际上的观看还有 tag 上的观看，其实百分比上不是只有就是照着这样子的东西去看，因为其实男同志真的是观看还有点击是远远超过于其他的类型这样，所以我们可以从我们平台上的数据上面推估，如果你要选择做 LGBT 的内容，就是在 LGBT 这个内容的话，其实你的最大市场其实在男同志。那其实从我们这几年买片的一个经验上来看，其实在全球的市场上来讲，男同志的制作也是远远超过于女同志制作的，每年的产量是多于很多的。然后再来一样，女同志的内容又超过于跨性别跟双性恋的议题，其实百分比跟我们的购片进来的数量的百分比其实没有差太多这样子。那也可以从我们其实今年度在年初的时候有一部幸福选择题5部曲，其实这4部作品都是短片，然后大概都是10几分钟的作品，那是全球开放免费观看的。在全球开放免费观看的状况之下，其实迷你鸟就是最下面那一部男同志的作品，因为它符合几个我们平台上的一个观看的原则，所以其实非常多人观看这一部片。这5部片是一起放在一个专区让大家直接去观看的，所以可以清楚的知道，其实迷你鸟的观看高于其他的内容非常多。那我是香香豆赏，然后其实台湾的观看状况跟其他全球观看状况是很差不了多少的。那我是香香豆赏，它是由林佑星，他第一次担任跨性的演出，他其实表演的非常好，我自己看完之后我非常喜欢这部作品，但是很可惜他在平台上的表现就是真的像刚刚这样子的表现，就是跨性别的议题，所以被观看的状况是没有那么多这样子，所以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刚刚那几个议题的状况这样。那我们平台啊，在选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是从影展的时候开始出来的，所以我们在选片上其实是比较多以欧美为主，因为那个时候的购片量比较容易选到这样子的一些片子。那以议题性，然后纪录片，
然后在影展类型比较像艺术片相关类型的内容为主去选择。那我们也会特别去带出，因为我们在影展那个时候一直特别想要强调，就是说我们要把一些比较底层的故事带出来，所以在选片的部分也会把这样子比较强，其实它比较故事性比较悲伤一点，然后再也会比较记录性的东西放进来我们的那个平台上。不过后来发现我们在中间，其实刚刚的议程里面，我们大概在2018年就是跨到东南亚的时候，发现其实太多欧美的内容，因为我们其实同时也有购一些亚洲的内容，那亚洲内容跟欧美内容比起来，其实亚洲内容更在这个市场的表现更好，所以我们后期有慢慢的转变，购买了一些就是以亚洲为主的部分，然后是以甜美爱情，然后欢乐的喜剧，那外表非常重要，所以外表诱人的一些那个主角的部分是我们后来的一个标的。然后后来我们也发现有一些 BL 内容其实也慢慢的吃进来在我们的平台里面。那可以刚刚的这样子综合，我知道乔姐要问的问题是，在全球有什么不一样？其实老实说，全球的观看必须要说，因为我们5月份才开始进入到欧洲跟美国，所以这些地区的数字上，还有其实购片的时候，因为我们是全球的版权嘛，所以购片的时候没有办法把很多全球版权都买进来，所以目前在欧洲跟美洲我们买得到的那个版权内容都是以那个 BL 内容或亚洲内容为主，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状态之下，我们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通则，其实每一个国家基本上会先选择自己国家的内容，所以在欧洲跟美国的数据就比较没有那么精准。那所以我们回来看亚洲的数据上，但是欧洲跟美国一样哦，也是这4个点，你要外表好看，这是真的我们现在目前选片的一个非常大的通则。然后再来是爱情故事，其实基本上 LGBT 的故事不就是 basic 在你喜欢谁，你跟谁发生关系嘛？所以你的爱情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在你的元素里面其实少了爱情这个段落，谈比较多家庭的部分，因为同志的家庭故事通常都比较悲惨，所以这样子的故事好像都会表现得不很好。然后再来有情欲的部分，其实军犬它是一个短短的10分钟的短片，但是在我们平台上表现已经冲到一直都是维持在非常好的一个表现状况这样子。那军犬其实是台湾一部非常重要的 BDSM 的小说，那这部作品其实它不是只有在台湾表现很好，在全球都表现得非常好。然后最后一个那个准则是轻松喜剧，其实只要是里面的内容是轻轻松松的，然后谈一些可以讲一些比较情色一点的，或者是比较欢乐一点的东西，其实这样子的内容都表现得会不错这样子。所以这是我们基本上现在的4大准则在选片上面。然后我们发现其实有某一些国家的片子，只要在平台上放上来，它的表现都不会太差。那基本上就是韩国、泰国、台湾跟日本这4个国家。那但是我们必须要说，因为我们的现在平台上的资金也没有到非常大，所以其实这个顺序是我们现在直接放上去。韩国真的是最多人看的，再来才是泰国，然后是台湾，再是日本。那原因是因为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购到非常多泰国现在很知名的那些 BL 的剧，所以其实泰国被摆在这个状况，是因为它其实很多厉害的剧是没有买进来的。如果说这些人买进来的话，其实它可能状况又不一样。不过韩国我们在2年前，应该在去年的时候有购进来大概40几部的短片，40几部韩国短片，每部大概都是最长大概30几分钟。不过这些短片在我们平台上表现非常的惊人，因为那些短片我们开放了泰国市场，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就全力的做所有泰文的 localization， 就是翻译之后，因为这些短片我们把泰国市场整个拉到它现在变成第4名的状况这样子。然后有2个国家，就是你一定要买他们国家的内容，印度跟菲律宾。菲律宾的市场如果说不是用菲律宾片的话，其实其他国家内容他们都不大看。那但是菲律宾的内容在其他国家的表现又不会太好。好，那我们这样子，那最后我简单的做一下，我们现在其实在平台上几个很大的 hit， 就是最多人看的时候，其实好像现在表现还是以原创的状况比较好，因为毕竟原创我们拥有自己的所有版权，所以在别的地方看不到。那所以我们在当初的衰地空姐上架的时候，也是去年的衰地空姐跟今年的幸福选择题5部曲，
还有年初的时候我们另外一部叫做《爱无所尽》跟菲律宾合作的作品。那这3部就带来了我们平台几个很大的就是付费的机会这样子。那我的灵魂是爱做的跟恋爱完成式在平台上架的时候，分别在台湾跟分别在泰国表现得非常的好这样子。好，那我们其实跟王大哥一样，我们在今年也有跟那个 YouTube 一起合作，所以简单的宣传一下，我们在这个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月份，我们有在做一个线上的那个活动这样子。好 ，OK， 好。所以其实刚刚谈到了，就是因为真的是现在因为就是网络的关系 ，OTT 市场上面兴起，所以其实可以发现很多的类别的部分已经因为 OTT 平台上面的关系，所以大家的选择性上面非常强。刚刚其实提到了 LGBTQ 的这一个议题上面的部分，其实反而很多的东西都是男同，但是我觉得男同里面还包括了非常多是辅市场的一个阶层的部分。那辅市场阶层的部分，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像泰国的部分，因为他们真的是最近几年在电视台或者是在制作方的全力经营之下，所以其实做出了一系列又一系列非常工厂化经营，而且算是线上线下都营销的非常非常好的 BL 的戏剧。所以它好像就是从当大家都还没有那么多就是需求不够的时候，泰国的这样的BL 的市场部分好像就延烧到了整个亚洲各地，而且成为了某一种显学。所以接下来我们就请一下平北，就是身为台湾这是唯一就是第一次有过系列性的 history 影集，那时候你们怎么在这样的一个市场里面，毕竟在 BL 它对于所谓它跟电影不一样，电影其实还是可以去做到所谓的性别议题等等，但电视剧明明就或者是网剧，它还是一个普罗大众，你们会有非常多的所谓的收视或者是买卖平台买卖片的成本层面的部分要思考。那怎么先去想到说，那就做这一个议题好了，而且一做又是系列性，因为单个有火花，但它就不会长久性的经营下去。那你那时候去做一系列，那时候可不可以先跟我们来讨论一下？其实那个 BL 这个戏的开始有一个历史的故事，是因为那时候我刚开始的时候，我本来就一直都在传统的电视台。那传统电视台因为很多年都受限于为了要把内容卖到大陆去，所以类型题材都受限。那我就一直觉得说，未来一定是 OTT 的市场，然后甚至可能传统电视平台慢慢可能不管业务量、内容量，可能观众跟广告主可能都会往新媒体跑。那后来我其实是先到原来的 LINE 的 TV team， 不是 Choco TV， 虽然说 Choco TV 现在已经被 LINE 并了，但我2015就16就在就是在 LINE 的 TV team 上班了。那时候我有做了一部就是也是蛮轻薄短小的网剧叫《同乐会》，然后同乐会里头其实有安排了一对 gay 的 couple， 然后要探讨，因为我有很多 gay 朋友，然后他们就觉得说 gay 好像都很难维持长久的关系，所以那时候就很好玩，就想说我们来讨论一下 gay 有没有可能老夫老妻。就后来在那一段时间，就因为在 LINE TV 独播，就里面我就观察到里头我有一个演员，他完全是本来签在经纪公司3年，粉丝数都一直只有3000，结果在 LINE TV 独播同乐会那段时间，他的粉丝数居然暴增到3万。然后更有趣就是说，他以前走在路上根本无人闻问，可是他那时候他曾经说过，说他到那个去看电影，然后在电影院，然后就被人家拦下来说，请问你是 Benny 吗？叫不出他的本名，可是会叫出他剧中的名字，然后可以跟你拍照吗？然后后来那时候我还记得那个周美玲导演就还丢了一篇大陆的那个就是评论的文章，写这有上瘾，然后那有同乐会，就是刚好那时候上瘾也出来也起来了。所以那时候同乐会跟上瘾的一个现象，这是我自己操作看到的一个。那另外我不是腐女，但是我也是有一些腐女朋友，然后腐女朋友们刚好有编剧，那他们刚好那时候操作了3立的2个爸爸，然后爱上哥们。然后那时候其中一个编剧讲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话，就是说你看那个伪 BL 剧就已经红成这样，真 BL 剧还得了？那我也把这个话听进去，所以后来我到了
我后来就离开 Line 就去 Choco 嘛。那去 Choco 的时候，我是带着这个想法过去，我就跟那个里头团队说，我想做 BL 议题。那虽然它看似小众，但我觉得它会有一群观众在那边等着，可以喂养他们这样的一个精神粮食。那后来也因为那时候 Choco TV 的经费真的蛮拮据的，所以后来就想，那要怎么样把这个 BL 的剧付诸实现？那因为所有的梦想都迁就在拮据的经费，所以就开始规划嘛。那规划当然我觉得我当时有想到的一个想法，就是当然一定预算少，那很多东西都要降规格嘛。那降规格以后，编剧我没有降啦，因为编剧我觉得这个一定是不能省的，所以就找了那个两个爸爸爱上哥们的编剧朋友，然后再来那时候演员跟导演我就想尝试一下，因为老实说那时候找演员非常困难，因为大家一听到说要演男，然后一听到什么 Choco TV 没听过，所以很现实，我真的很难找到线上的演员。那时候我也知道说那个 BL 很吃颜值啊，所以我大概就是也找了一些腐女团，然后帮忙看一下。就我那时候也才分别出什么叫 gay 菜，什么叫腐菜，就是我印象很深。那时候他们比如说我丢主雄这种比较 muscle 型的。那腐女就会说 no， 然后后来大概就知道他们就喜欢那种什么，他们就觉得最完美的就是什么胡歌加霍建华这样，就慢慢就是有一些就凝聚出一个，就慢慢跟他们，我也在边做边跟腐女学这样。那但是有时候也加了一点那个自己的一些专业，比如说那时候丢了那个申俊的照片啊给腐女们看的时候，他们一看就觉得他是瘦。因为他在那个楼下的房客不是就是跟李康生演一对，然后就比较阴柔一点。可是后来我觉得，因为申俊太高，我很难再找比他更高的攻，所以后来我觉得，然后后来跟申俊聊了一下，他其实在演技方面是可以去克服掉他给一般观众的一个印象，所以他后来也蛮成功的挑战了就是霸气的攻的角色，所以也蛮受到欢迎。那后来那时候为什么想到要用这个系列名字来包装，是因为钱很少嘛，所以我就想说那干脆就来做3部的电视电影，因为那时候也有考量到有没有机会卖到电视台。那因为反正你可以广告破段嘛，那破段就再放在OTT 平台，这个是完全没问题的。但我终究还是希望看能不能花了制作费也再回收回来，然后就想说那就做3部电视电影，然后也给3个导演那个让他们尝试一下。那在一个有限的经费、有限的时间，那试图去做一下这样的尝试。那用系列名字是因为我有被那个就像黑镜啊，被黑镜启发，就它叫黑镜，可是它有通通不一样单独的独立的单元这样。那反正就是扣题在男 BL 故事。那个时候这个 History 也是团队在那边乱想，然后后来说反正都男生啊，就可以大写他们的故事这样，然后就这样形成。所以这整个就是团队的一个不管内容啊，然后大家想办法做。那后来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刚开始操作真的蛮辛苦的，然后尤其我印象蛮深的，就是那时候记者会，我记得应该是在电话吧，内湖电话大直没有记者要来，完全没有。然后我就看着我们那个 Choco TV 的小伙伴们，每个蛮难过，然后我就跟他们说，没关系啊，记住这一幕，门可罗雀。然后我说等我们想办法创造奇迹，再加油这样。结果后来没想到，后来播了以后，从网络开始发酵。然后第一个单元就 My Hero， 然后就开始有一点在讨论。然后第二个单元离我远一点，后来那个宋博伟，然后吴许阳，其实这一对宋博伟后来现在也起来了。然后第3个单元就是申俊的那个着魔，那个单元我们叫爆炸性，后来我们自己探讨，真的是
情欲戏很重要，就是床的世界不可少，就是清水的可能大家就他，我看到这样的一个，大家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现象啦。那后来也要谢谢Anita啦，就是那时候也把我们带到了日本，对，就是没想到就是到日本也有。其实老实说，就是台湾的一个发酵，就从日本这样，然后从大陆那边开始带很多的网友的讯息回来，他们很喜欢这个戏，我们才慢慢的被关注。然后后来蛮好玩的，记者就开始来追专访啊，然后我们的那个行销公关从在那边就是当某狼，到后来是说啊不好意思，那个通告现在时间有点没办法，就整个蛮感人的一个逆转啊，所以蛮好玩的一段故事。但这一段故事现在想一想，就是我觉得观众取向就是你要去了解一个就是那个，因为现在真的是新媒体一个分众市场。那当然那个时候我也认为有个天时地利人和，还有一个同婚议题，那时候也在升温。那再来可能大家已经很熟悉泰国的 BL， 那台湾我后来才知道我做了多大的挑战，因为很多人后来事后才告诉我说，很多人受不了真人，就是无法站真人。对对对，二位都点头这样。其实我就傻傻的干了一件，大家原来我现在心里头才知道，哇，原来我干了一件人家可能会觉得你疯了的事情这样。但很开心，就是说至少让这些观众就是有得到他们想要看的内容，然后再来后来那一系列，就是从第一个 H1 的时候是3支实际长度72分钟的电视电影的逻辑，然后 H2 的时候是2个单元，然后差不多是4集46分钟的迷你剧集的概念，然后 H3 的时候就是2个单元各10集的，就是比较越来越长剧集的概念。所以 H1 到 H3 的进程，大概就是一个可以看到一个 BL， 不管它是市场还是观众群的一个增长。但我有时候不太视它为增长，我有时候反而觉得是终于提供了他们就是早就已经存在的一个族群的粮食，就这样而已。他们长期被忽略，那现在终于大家关注到他们，然后我觉得这件是一件好事。那其他的一个周边效益，我顺带提一下好了。其实那时候我们也开始就在 H1 一做了以后，开始意识到有一些周边效益可以做，所以后来在 H1 跟 H2 吧 ，H2 完了以后有做了一个粉丝见面会。那粉丝见面会 H2 也因为经费还是没有，还是很拮据，所以 H2 的时候做了2件比较有趣的事，一个就是群众募资，然后一个是办就是你有加入那个我们的那个 VIP 会员，等于缴月费，你就可以来参加这个见面会，也是算是收费的见面会。哇，我都得到蛮好的回应，尤其那个见面会，就是那个场地本来我们预估是600人嘛，那最多可以到800，就真的是爆棚。然后我还看到楼下还有一些人在排队，看能不能候补进去。然后那一天蛮感动的，还看到一些。就是你没有办法从语言去理解它是什么样的，可是就我看到那个很明显是穆斯林，就是那样的观众进场，我觉得哇，对，然后后来发现也有日本啊，什么韩国啊，就蛮惊人的。所以那个，然后再加上后来也有我们那时候 Choco 也有电商啊，也有卖周边商品，那周边商品也卖得非常好。然后后来也有那个海外见面会啦，都有，所以整个就从一个内容开始发散到它的周边，到它的线下活动。所以 H 系列，我觉得 BL 这件事情也开始在台湾带起了一个可能，我觉得未来都还可以持续在延烧的一个市场。所以其实也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台湾后来的很多的就是也没有到那么多啦，就是 BL 的部分呢，大家就开始可以去朝向各个不同的方式去展现它，演员也比较好找了。对，现在真的为什么？因为像我们自己有在做WBL 这个影集，然后是永远第1名跟第2名的逆袭，它其实会分2季，每一季是6分钟6集30分钟。的这样的一个规格，所以在12集360分钟的里面，其实我们就去思考到说，我们分2季，然后会有5年前跟5年后，那要找到谁来拍摄？所以那时候其实演员也会像是一样，就是我们想找新人，因为我们其实可以知道
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行销包装，可以让新人的部分都可以拥有他的另外一片天。好，那但是又刚好了，这时候呢，而且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是 BL 市场，它比较没有一定要多大咖的人来演出。好像只要你的颜值是好的，然后如果你的演技又棒，然后拍摄又是一个天花板的高度的话，应该就可以让大家非常不同的展现。不过很棒的是，这一次我们的 BL 就会像子红啊、林子红啊，从 Special 出来的，或者是像日本就是中日混血的杨宇腾，或者是像赵瑞佳跟史之田，他们就愿意一起来演出，然后就会让新人跟有经验的人一起来成为一个剧中的演员。那他的不管是颜值度，或者是演技的彼此的训练挑战，或者是整个在新明星的养成计划，都可以用这样的一个剧种的部分，让更多的人被知道。因为它的经济效益其实非常非常的广，所以在我们在开始写剧本的时候，其实就会有获得了全球平台上面的部分，像 VTV 还有日本 Anita 这边，他也会知道说，哎，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有它的可看性？那如果有的话，它其实大家就比较愿意。不会等，像我们如果真的是拍立体片的话，可能就要做完了之后再来剪完，然后再看看有没有谁要播出。那 BL 这一个市场好像比较不一样，它其实你一开始就会知道它的市场就摆在那儿，只是你可以用什么样的内容去截取多少。你可以把它做得很棒，然后去找更多的人，甚至于你可以挑战出很多的新高。所以接下来就看 Anita 在日本那一边部分，它其实因为日本真的是一个这个的大宗啊，很多很多的，不管刚刚提到的颜值、情欲、异色，或者是 BL 耽美，从非真人版的漫画、轻小说，然后到了不同的影集、电视上面。那日本还接受外来的这样的一个 BL 市场的部分吗？那时候怎么想去引进？那怎么操作？好，我先介绍一下，我本来是在一个日本 DVD 公司，这个光 DVD 讲起来就不可思议了，但日本 DVD 还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净值，它现在应该甚至还有几千亿，刚好不过它跟目前跟所有的 OTT 刚好达到一个黄金交叉的地方。那我本来在 DVD 公司做亚洲剧的采购，那亚洲剧本来对于韩国跟台湾剧，他们的主要市场还是以 DVD 的出租跟贩卖作为最大宗的收益。其实我们都开玩笑说，以韩剧来说，最多了不起是日本1亿3000多万人里头的可能200万人在看，台湾剧就更少，台湾剧了不起10万人有没有？但这个就足够构成一个经济体。一开始呢，其实日本这几年流行很多亚洲剧，真的就是刚才婷菲姐讲的那个伪 BL。其实从早年的咖啡王子1号店，或者是成军馆啊，然后最近的话那个羽化的月光这一块呢，刚好我们经过后来看那个观众的分布，发现我们本来看韩剧、亚洲剧的观众都是女性居多，它刚好跟腐女的这个年纪有一些 double 到，可能我们从里面可以萃取出一些腐女的成分存在。他发现他们也真的很爱看那种，而且他们很喜欢看的是不知道她是女生的状况下也爱上她，一个男性为主的一个这个可能就是最早期台湾日本观众开始接受这种所谓的非男女间的爱情，它也可以被认同。那会做 history 真的是一个偶然，就是那时候大概台湾剧其实这10年来说实在日本的市场已经走到非常低迷的状态，那也大概是因为上一个世代譬如说 F4啊或者是飞龙海他们开始也是渐渐的比较没有在拍戏，然后很多东西重心转移到中国，反而中国的古装剧在日本最近能见度比较高。一开始我还是非常震惊，因为我自己本身旁边也是很多同志朋友在，所以我常常也很知道说大家要看什么，因为我也不是腐女，所以我没有很清楚 BL 跟当时 BL 跟所谓的 LGBT 的影像的差异。那知道朋友在聊这件事，后来第一个是看到那时候YouTube 上的盗版已经上了日文字幕，有26万点击率。对一个我平常在跟就是日本出租可能只有几千个人在看的一个状况下，听到这个数字我真的非常惊奇。还是个市场性存在。那非常巧的在那个香港电影节遇到婷菲，就好决定来试着做。那但我们走的是一个 DVD 市场的考量，因为毕竟我前公司是这样子。老实说他走在非常前端，两个爸爸也是我买的，不过那真的都走在日本太前端，因为日本应该算是这种同志的文化或者是 BL 的文化，从漫画啊小说很早以前就有。
但真的身旁的日本就是100%日本籍的腐女，她们其实很难接受那个真人版的东西，她们很喜欢2次元的看漫画，所以其实到应该2-3年前为止，日本所有的不管是 BL 还是 LGBT 唯美派的这种影像，几乎都是全军覆没的。我觉得当然这2年因为整个社会风气的开放，本来韩国跟日本比较说实在，因为政治的关系，他们要透过同婚啊，或者是这种平权，应该还有很辛苦的路要走，所以他们比较赞成或支持这边，就会透过各种的影像来去看，比如说二丁目那边常常也都会有，大家都会去看很多很多不同的影像，这点他们倒是很聚集性的，比较不分你是不是同志或不是同志，大家只要关心这个议题的，都会去触碰这一块。所以目前后来我也是慢慢学，我真的从 history 学习到很多，我也旁边有很多腐女朋友告诉我说，这个才是腐女们要看的，但是他们也接受看 LGBT 的东西。台湾早年的 LGBT 的电影，其实在日本反应都算是很不错的，男朋友女朋友啊，或者是之前刺青啊什么，这些都是算我觉得比例上以其他台湾日本电影在日本发行的台湾电影来说，LGBT 议题算是高的。我觉得日本在看台湾电影的族群，它本身在很多性别议题，还有议题性就是剧种的接受广泛度真的非常高。所以台湾电影应该这一次亲爱的房客啊，还有那个刻在你心里名字，都是日本已经做了行销的。我相信这个也希望也觉得在日本可以发展得很好。日本走到今年，应该因为疫情的关系啊，整个大概很清楚的可以看到所谓的 LGBT 影像跟BL 影像到耽美的不同的呈现。我们现在对日本来说，耽美的话，应该现在集中在中国影像，因为中国本身因为法令的限制，就无法做 BL 或 LGBT， 它现在走的是比较耽美部分。那今年就是有一个古装剧《陈情令》，它的发行造成了日本很大的震撼，因为这是从来未有的数字。它因为跟日本的一个电视台叫娃娃他们合作的，那娃娃是日本的 HBO， 我们都是说它是 HBO， 它包了很多很多日本的涩谷的墙面做广告，然后因为它本身也有动漫，所以它也跟 Animax 就是台湾也有专门卖动漫的东西，但是它本身同人这一块就很大，这也有做合作，所以做了一波很强烈的营销，这也真的开启了我们可能亚洲其他非日本地区的影像进到这个日本的这个主流市场的可能一个新的契机。再加上这2年日本开始自己也拍摄很多关于BL 或者是LGBT 的影像，这几年反应也都很好，不过大家都不开口说。最近有一个日本电影也是本来都没有特别说，但就现在日本也非常红。还有前几年因为大叔的爱，还有昨日的晚餐，这些都带动了一些风潮。我觉得日本的观众现在渐渐的在看很多这样的影像，开始从原来我只能从看2次元或2.5的东西，一直到走到现在可以看影像。那刚好今年因为疫情，大家也都顺着，然后所以就台湾剧刚好今年2月初有一部2020因为爱你之后，刚好也有一段时间几乎都没有，所以我们台湾剧目前现在是在日本这半年比较没有被放上去，那泰国就刚好趁势而入。本来泰剧在日本的市场几乎是0，透过这一次泰国进来的 BL，非常巧，大家都只能在家里吧。我听朋友说是刚好有一个保种的演员，他在看了泰剧以后，就风靡上，他就在一个综艺节目上讲的样子，这个带动了很大的风潮。因为据我们的分析，看保种的族群其实跟看 BL 的腐女的族群都有搭在一起。另外也分享一个，最近我自己也是跟朋友我们做了一个 live 线上的它也是一个日本的网剧，我们后来把它拍成电影版，然后因为疫情的关系，本来很早就要在电影院上架，到上映，最近才上映。那我们的电影院就刚好是在日本二丁目，就是同志区的旁边。本来我们在看这个戏，因为我们是先走线上网剧，
可以看到数字分析或者是做活动的时候怎么样，它都是以女生族群为多。现在大概看日本的 BL，98%或99%是女性。但是因为那个电影院在二丁目，而且电影也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族群。最近我们那电影院在上映，这个礼拜刚好做我们日本就是晚上的，特别是晚上播映场，大概有一半以上是男同志手牵手来看，这我们也很开心，就是透过很多不同的管道，让大家可以有一起看电影约会的时间，觉得很幸福。对，大概日本现在这个耽美还有 BL 还有 LGBT 的市场状况是这样子。OK， 所以其实因为我们知道耽美 BL 跟同志市场的部分，那我们之前也有去做过因为像结果娱乐做很多行销，有男同的电影，有女同的电影，有女同的网剧，然后有 BL 的网剧跟电视剧的部分。哎，大家怎么去看男同跟女同上面的差别？就是日本一样，女同的东西百合，我们称为百合。对，百合的东西目前看来跟嘎嘎乌拉拉一样，它占的市占率还是非常低。因为它女同志的东西，我们现在看不到男生会比较积极的去看，大概可能放在分层比还是以女性去看比较多，但是男同志的东西 BL 的东西绝大多数是女性去看，它就是两块市场一起吃了，就是它既具有可能同志市场，因为同志还是可能看的颜值他也蛮开心的吧，然后女生们看的也很开心，就是一个开心的结果论。百合的东西在日本也一直都蛮困难，但我相信它可能本身从一个小众开始，它也可能有它的市场价值性在。我要分享一个那个 page 给大家看一下，不好意思，我来做一个分享。好，大家看得到吗？那个是日本的 Rakuten TV， 这个呢是我们最常合作的伙伴，这是他们今年到11月为止的排行榜，包含全部的剧种，就是包含好莱坞电影什么，但他们家真的蛮特殊的。第1名到第8名全部都是 BL 跟对，要不耽美，要不耽美，要不对，也很多是我们一起采购做独家的东西，对，就是很有趣。这个市场它可能走到后来，我进了 OTT 以后才发现啊，我们做 OTT 可能可以很指向性的去看一块市场的东西。那我们就试着，我负责做采购，因为我们家的平台比较小，让乐天平台比较大，所以我就以一个共同采购的方式，我负责采购，然后以他们作为主轴来日本做行销。那其实刚刚这样听来之后，就会发现说，BL 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广大的，因为它还进入到了一个大家脑补的空间，从2次元看漫画，一路像以前的《灌篮高手》看的，就是男生看的是灌篮，女生看的是男性情谊，对，然后腐女们看的是这一群男性他们那个彼此之间怎么样，所以脑补的空间它其实创造很多市场上面的经济效益部分，但这一块的部分在电视或者是网剧上面的部分比较容易被看见，因为没有那么大，就是我们会有一个市场上面的平台上面的需求跟观众的需求，但是电影上面其实好像就还没有这么的 BL 的东西，都还是走在同志的这一块，所以爱无限啦，现在其实爱无限，爱很大，爱很重要，所以我们在小荧幕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一个 BL 百合的部分也有 ，BL 也有，然后可能在从伪同志在不同的剧种里面，可能都还被放进去。那在电影院上面的部分，我们也看到很多不同的性别的这个 LGBT 的议题的部分，在不同的内容在播放。但是王氏大哥想问一下，像你刚刚这样听完了之后，觉得说同志电影到目前为止，我们的 LGBT 的电影它还是以同志议题上面为主，对不对？那这种那你觉得它够不够投资？因为其实我们知道在做 BL 应该市场上有一个非常大的保证，但是同志影片就不一定会保证，因为你必须要探讨很多的议题层面。BL 不用探讨议题层面，它给的是一种梦想、幻想，跟刚刚讲的漂亮的颜值，跟漂亮的爱情世界，跟喜不喜欢就好的这件事情。但同志议题的电影就不见得是如此哦，你怎么看？对，我觉得刚听大家很多这个伙伴珍贵的分享，就发现到就是说市场的东西其实非常非常有趣。刚才很多人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市场有时候其实不是你去开发来的，而是它本来就在那地方。
只是你不知道。然后你知道了之后，其实你可以去经营它，可以去 approach 它，可以去 access 它。那刚提到就是说 BL 跟同志这两个事情，就是显然 BL 它如果说我们的假设是它可以吃到比较广大的商业市场，然后大家要看的其实是比较轻松的议题的话，其实我们会觉得这个市场感觉上它的稳定性、可计算性，好像是比较可以往回倒推你的投资金额跟拍片量。我觉得，但是如果以创作端来讲，你会还是会看到，就是说，即使已经有这么多的跟同志有关的议题的纪录片、剧或电影被拍摄出来，但其实就创作来讲，它其实反而是一个有非常非常大艺术表现空间的一个类型。但商业上它不见得，因为其实有时候艺术跟商业它其实是天平的两端，要兼顾其实非常非常的难。那我们回想当年李安导演的《断背山》，他如果不是在威尼斯影展得了金狮奖，他如果不是台湾之光的话，他在台湾其实不可能会有这个票房，他可能还是就会回到一个比较同志电影的基本盘这样的一个格局里面。那你这样子在就是因为发行这件事情，尤其现在电影真的会是辛苦的。那如果有2部片，一部是很具有商业性的 BL， 但是它就是商业化。但是呢，同档期的部分有一个同志，但是它有艺术，它又探讨到很多社会议题的部分。你要去怎么选择发行？因为你只能发一部的话，只能发一部，当然发比较可以赚钱的啦。OK， 那还是觉得能赚钱的比较好。但是像你刚乌拉这边有提到了，他们在里面表现非常好的一部是算台湾第一个应该算是算 SM 的吗？他算是第一个军犬。军犬吗？对。他是算是台湾第一部的是这种比较，他类别是。应该是说它是台湾非常知名的 BDSM 小说所改编的。BDSM 的小说，对不对？好，那 BDSM 的小说其实如果那它就会介于它其实是非常同志类别的东西，对不对？其实 BDSM 也有，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夸。不是，它跟同志没有关系。BDSM 是一个情趣的方式，其实它情趣的进阶版。没有啊，其实像那个 Fifty Shades of Grey， 就是格雷的50道阴影，它就是 BDSM 一部电影。对，所以 BDSM 其实是一个情趣的方式，这样解释可以吗？对。那情趣方式我有讲好，就是有点好，是姚纯耀是在军选会有演出，对不对？对，没错。然后，但是他在《亲爱的房客》里面还有演出。对。对，王石大哥在里面，但是在里面，其实你看到哦，就一个男性他在不同的地方演出，但是他可以带给大家的感受，其实完全都是不一样的。是。他在这一个军犬里面，他的反应，就是你不会让人家觉得说，哦，你是不是一个就是同志或者是 gay 或者怎么样，你只会觉得他就是在某一个时候喜欢了上一个人，然后去做了这样的一个反应跟这样的一个接触。是，这表示姚纯耀是一个很好的演员，他在今年金钟奖就证明了嘛，他已经是视帝，对不对？所以我对视帝这2个字觉得有点怪怪的。对，他是好演员，这个毋庸置疑。他已经从最早那时候观众认识他是从那个 Arban 的《一夜台北》开始，那时候很清秀，然后跟郭采洁在台北谈那个小小的恋爱，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成熟、有大将之风的那个影帝级的演出。所以其实好的演员，老实说，你说像 Jack Gyllenhaal 或希斯莱杰，他们本身他们在性取向方面他们也都不是同志。他们演《断背山》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朋友讲说，他那时候每天晚上到角色影城报道，连续看了50天，每一次都好像有道雷从他的天灵盖打到他的脚跟那种感觉。所以其实我觉得就是还是回到演员的表演的功力，是不是有说服力？所以，但是比较不一样，在同志，我觉得在同志的演出上面的部分，他们会展现到非常非常精致的各种不同的演技，因为他会挑战不同的议题跟不同的社会现象。但在 BL 的部分呢，就真的是颜值担当，你就可以呢去创造非常非常多的经济效应，就是人家会为，就像刻在你心里的名字有2票人，一票呢是要看同志议题、社会里面讲述的所谓的 symbol 那个影像概念跟符号学的部分，但有一票就是继续只要看着这个男的站在那一边，然后他就可以20刷、30刷，就只看他在不同的时候的不同眉目上面的表现。对，这个我觉得反正很有趣，就是说，看起来 BL 其实是一个造星很重要而且可以持续的管道。
对，因为我们刚刚讲市场端的需求非常非常的稳固，而现在我们又觉得说传统的造星的管道好像有了一个断裂，所以其实这是个很好的连接，就是说，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经纪公司来讲，就是你签颜值高的这个新人，这是天经地义，所以怎么样把它送到观众的面前，我们觉得BL 似乎是个不错的黄埔军校，好，出来之后就已经具有基本的知名度跟粘着度，他将来要去朝其他的发展，歌手或演员，其实那个后面，但是我觉得 BL 这个的确是一个可以有系统作为造星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真的，因为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在做想见你的时候，就是要到学校去提前去互动的时候，因为那时候戏还没上，所以大家可能说谁，他说柯佳嬿，但是你知道学生都比较喜欢男性，所以我们就那我们演出的是许光汉，大家说然后就没了，然后我们说还有一个施柏宇好啊，然后我们就讲说施柏宇好，为什么他之前演了什么？就后来查到History， 然后我们就赶快看，其实看 History 就是施柏宇在里面演的是哪一个角色，他不是主 CP， 就是不是主演，他是主 CP 旁边的副 CP 里面的一对，然后他们说所以一开始想见你进校园真的是因为施柏宇的 BL 的关系，所以这件事情又是还蛮好玩，所以前阵子有些人这样，如果签经纪要让这个男生红的话，我们就先推他去演 BL， 真的，对。好，但是呢，他其实会碰到的一个，并不是BL 除了是在娱乐性的这个市场之外，他其实也会希望从影视作品里面带动大家去看到某一些的在情感上面的厚度啦。所以在像最近的部分，韩国他也真的也挑战了，所以开始做一个之前网剧《湖光所及之处》，然后也渐渐的有其他的部分一直在走。那日本刚刚提到的线上的我们，跟泰国的之前的 Together 到系列的有第一季、第二季，然后有几年后的然后的一系列。那菲律宾也开始做我的超凡情人之类，然后台湾有很多的原创 BL 的相剧，而且台湾 BL 好像就是还不太是改编，我们都用原创的，包括陈尚女、吴邪以及赖爸爸，就是讲两个爸爸的故事，有长有短，然后也有像我们的 BL 的这个影集的部分。那您谈怎么去看整个在亚洲市场未来的趋势上面？其实刚刚我们提到了很久以前我们的伪 BL 这件事情，耽美的这件事情，那未来会不会有一票市场是再也没有女主角的出现了？有最近真的非常夸张，不可能因为我自己工作关系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所以我每次去参加任何记者会来，都会很多人跟我说你叫女主角要去哪里？对，但刚刚也说过，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市场的状况。我又来继续插播分享东西给大家看一下，就是等一下，对不起，画面共有一下好，我们再回到这个画面，我才有办法。对，然后现在再回到刚刚的乐天，有看到推特的画面吗？有，这个是就 live 线上的我们做的这个，那我们也是用推特去做日本当地的行销。那因为它本来就是有卖到，我们也透过Viki 还有 VTV 行销到很多地方海外，对，连韩国很难进去的我们都进去了。其实它就是下面会有非常非常多来自各个国家不同的留言。对，就是往后可能在面对这样的想要透过比如说像嘎嘎乌拉这样子一个国际的平台跟这样的宣传，你会知道很多地区像泰文像还有这个就是阿拉伯文，就我第一次看到我需要看这么多不同语言的对话，原来这个 BL 的这个可能它传出去的这个范围是非常非常的广泛的，特别是一开始有话题的时候，你光要看他到底在写什么，都要先透过它里面的翻译来看这些东西。就整个市场上，现在看来，特别是像韩国，是因为他们最近因为 Netflix 种种原因，很多制作公司其实现在就很辛苦，他们已经没有办法像以往一样制作这么多戏行销到海外，会集中在比较多大型的制作公司，所以很多小的公司也意识到说海外地区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新的类型剧种传达把影像卖到海外去。韩国自己本身对 LGBT 还有 BL 的影像的接受程度目前还不高的，
但一样就是网络上很多讨论的声量，因为电视上目前是不允许播出，他们的网络也有非常严密的审批制度，所以只要牵涉到比较多同志的议题，他们一般很多电视台跟新媒体都不愿意碰，他们大概想完自己的播完之后，那就干脆外销比较快。所以这一次譬如说视线所及之处到后来的 Miss Heart 是同个制作公司的 Miss Heart， 后来我是这边有一起共同采购，他们选择的一个方法是除了卖到海外的各个平台之外，透过自己的 YouTube 行销也是另外一个方法。那泰国现在根本就是一个所谓的工业链了，很惊人，他们从制作团队导演到演员，而且他们有一个我一直觉得很厉害的地方， BL 的很多最重要的一个商业精神是从花絮里头就要 making 就要传达很多东西，让大家不是只有看内容。泰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好，而且泰国的演员们也都很清楚自己演的 BL 像是另外一块跳板，就是一样可以跳到另外被能见度。有时候不见得我们去讲这个 BL 的东西是好或不好，但演员如果有一个平台可以让自己的自己被看到，我是真的很乐观其成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途径，可以让大家知道你这个人。那在泰国现在他们很清楚这个东西后端的延伸。现在看来主要我自己评估我们亚洲市场，目前日本持续在做，最近也都一年起码都有好几部，现在日本也连日本的电视台在深夜时段也都正常的在播BL 或者同志议题的戏剧，电影也很多，韩国慢慢也被看到一些，除了他们原先有的电影短片以外，泰国持续在进展，刚才提到现在菲律宾，还有一个我觉得不容小觑的市场是越南，他们自己目前做的少，但他们的接受度应该算是高的，以我自己把 live 线上我们贩卖出去看的结果。比较惊讶是因为我常常卖不出去的是印尼跟马来西亚，因为法令的规定，但好像现在嘎嘎乌拉拉还是可以上这些地方，我觉得很厉害。应该看来短起码有2年，但因为现在我觉得在贩卖的价钱上都有一些稍微有点泡沫化，可能但起码这2-3年以现在我们看日本地区的主流市场，我刚好之前去参加了那个王大哥也有讲的那个台北电影节的那个制片人的讲座，就我有被问到一个问题，那现在台湾在日本卖的最好的台湾片是什么？History 这就是现实。对，我很努力，我现在在就各大电视台的东西也有很多，但它的市场价值就是存在的。好 ，Anyway， 但是不管是从 BL 或百合或到 LGBTQ， 我觉得它都是一个我们可以透过影像的故事化去看到不同的人在不同的性别去接触到不同的情感面向的东西。那刚好 BL 比较入世，我们讲 BL 很入世嘛，所以呢，你就可以引发了更多人一起加入。然后加入完了之后，他可能就对于这个性别的东西没有到那么的排斥了。所以他可能更能够进入 LGBTQ 的这一个阶段，这是我本人就是有做 LGBTQ 的以及做 BL 的同时间去看到的，我觉得就是蛮好的，因为同温层要走出来，我觉得才能够让大家看到了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我就难免要问一下，因为我们像在只要做 BL 的部分，其实真的阿拉伯文就觉得好像是必学的一种语言，你知道吗？因为那些蝌蚪文。一直都不知道说原来这个是每一字只要是这种都会出现的语言之一，然后更不用讲说泰国或者是你看起来像英文，但事实上的发音都不是，你就知道它可能是哪边跟哪边的。那可是我们之前在做统治议题的时候会发现，其实像刚刚嘎乌拉里面的马来西亚或者新加坡或者是印尼，其实真的不好进去。我们之前美玲导演在拍。就是 LGBT 议题的电影的时候，都还要偷进去拍，不是要那个他怕讲太大声之后，那个旁边就有什么样的问题，所以连在饭店要出发要去拍的时候，都要说我们等一下要去拍什么，不能够讲说我们等一下真的要拍什么。但这时候你怎么就是还是透过了网际的部分，它可以进去，接受度可以很高的原因是，会是刚刚讲的，就是一个。本来就有需求的地方，只是大家没有去开发或不能被开发。我觉得好，因为
刚刚为了开放，其实就是我们开放，然后就是我们买了全球版权嘛，然后让其他的国家人可以进来这个地方看这样子，所以它其实在那边是没有落地啦，所以是没有这样子一个状况在。那不过就是他们知道我们的，但是我们的行销跟宣传上面，其实的确是在这些国家上遇到非常多的问题。对，因为其实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其实当我们没有人去那个地方推广的时候，而且其实那些地方是没有办法，其实就像刚刚那个我们就讲的一样，就是那个东西是禁忌的话题，是完全不能被触碰的。因为其实，在某些国家，你只要是提到同志，甚至你有任何的亲密关系，这是犯法的。有些国家是违法的，对，你很难想象在台湾这么开放的国家，在其他国家有这么严重的一个状况，而且他可能是马上就可以被抓去管的这样的状况，对吧？那所以其实，在刚刚那几个国家，我们现在它的形式就是比较像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开放，然后您可以过来看，比较像是被动式的过来收看，对。那所以刚刚那些资料就很珍贵哦，因为其实是在这样子比较被动式的方式来的状况之下，印尼还有这样子的一个市场。对，我们发现印尼市场其实很特别。我刚刚一直要讲一件事，我们还没有讲到，就是其实这块市场非常的摇摆不定。它在我们这边的观看状况，因为我们可以从后台观看，我们会稍微把每一部片子稍微分类，这部片可能是属于什么类型，这部片可能属于什么类型。那印尼的国家，他们看男同志议题的类型很多，看 BL 类型的也很多，所以这一群人是非常的捉摸不定的，有可能很多是 BL 的族群，然后有可能很多是同志类型的族群。那其实婷斐刚刚讲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也是看了 BL 的市场之后，才慢慢发现，哦，原来女生喜欢的是这样子的男生样子，那男生喜欢又是这样的男生样子。因为我们在看的时候，老实说我们在第2年的时候，因为影展的关系，其实在第2年，嘎嘎乌拉上架第2年，我们就大概知道男同志要看的是什么样的男生，然后什么样的主视觉会 hit，不外乎就是不能穿上衣啊，然后要有 muscle 啊，壮壮的男生啊，然后有点小胡子啊，然后那个眼神咪咪的，或者是大大的都可以，对，然后帅帅的那一种。但是女生要看完全不一样，女生要看又很美，然后就是有一点男刚气质，但是又不能太太壮，对，然后就是看起来是两个要登对性，要一高一低，这样子的一种感觉，就有一个被保护，有一个不被保护，有一个像保护人这种感觉的东西。所以我们也是在 BL 的环节里面跟大家学好多，就是原来这个市场是要这样经营的。然后也后来发现，原来 BL 的市场里面，男是不能够有太多滚床的动作，只要一滚床就完蛋了，这部片就不行。对，甚至于只要是脱到上衣，碰触到身体又不行。对，所以其实后来我们也才发现，可以慢慢去区分这部片怎么样去分类在 BL 的市场，然后这部片怎么分类在那个男同志的市场。我们其实上面有一个 BL 的 tag， 然后以前都是我们觉得应该就是 BL 就放进去，然后直到我们后来团队里面有另外一个腐女加入，她说这些不行啦，这些放进去就完蛋了，所以她现在慢慢帮我们把这些 BL 的东西分开来这样子，对啊，所以因为她有很多 know how 在。其实这个市场的那个 know how 真是很重要啦，真的有很大的差别。不知道同事他跟你听完了之后，你会觉得说，原来 BL 跟同志的部分差别是这个样子啊，连上了一课。我觉得今天所有的讨论其实都是有这个绝对出版学术论文的价值的，非常非常的有对，真的是不是开玩笑，是真的是真的，对。所以像其实刚刚那个老师讲的所以是同志或 BL 的差别到底在哪边？所以像我们做 BL 的时候，就会坚持所有的衣服是不能脱的，西装可以脱掉，但是领带一定是不能脱掉的，你知道吗？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是一个还蛮好玩的。所以呢，接下来就是我们面临很多的各国其实越来越多元化的作品，尤其像刚乌拉也跟菲律宾这一边，还有泰国的部分也开始去合资做这样的一个戏剧的部分，不管是同志议题类或者是BL 的议题的部分。那对于婷婷来讲的话，就是你觉得各国应该开始很多元，以前就好像是大家这边也不能做，那边也不能做，但现在大家都能做了。那台湾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这个市场部分会觉得说，就像刚刚讲的，可能韩国的大家觉得要看，然后日本的觉得要看，那如何？那 BL 的部分，泰国是一定要看，然后现在大家都知道。但如何让台湾的 BL 成为一个必看，而且它又不能够去落入一个俗套，就是 BL 不能够把它落入到的一个就以为是长这样子
这样的一个状况，他应该可以在做更多的创意上面的表现。其实台湾的 BL 市场等于才刚开始啊，而且是从这个不管财力还是人力都很拮据开始，所以现在应该是说在内容方面的精品化是一个目前眼前比较重要的，因为毕竟其实不管演什么戏啊，演技还是要在线，所以我觉得像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很棒，就是演员的颜值又有，演技又有，我觉得这是未来 BL 必须要追寻的一个目标。那所以内容要越来越精致，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自己操作 H 系列，那很明显的像安妮塔刚刚提到的那个泰国的工业化这件事情很重要，台湾目前其实还没有。那时候虽然 Choco TV 有试然后去做这些东西，可是说真的就是还是不够，也许经验不够，然后另外就是又那些东西像活动、周边商品，等等那些东西，其实应该还是要有一些专业的人来做配搭，而不是说好像摸索就可以做久就会熟，不是这件事。其实还是慢慢的要有系统，然后要让专业分工，这件事情还是要成熟。如果我是觉得可以以泰国为一个目标，你看泰国一下就可以趁虚而入。其实如果他很烂的话，虚他也入不了，所以表示他够强。像他最近那个，原来我们天生一对的，就天生一对那一对 CP， 对我自己在 Netflix 看，我觉得果然很帅呆。就人家他们那两个现在变成他们泰国流星花园，一个是道明寺嘛，对啊，把他们两个就变 F4里面2只就对。所以演技跟颜值要在线，我觉得这是一步一步来吧，因为 BL 毕竟真的对台湾人来讲还是才刚起步。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是因为我们做的是中文的 BL， 那它会跟大陆的观众会绑在一起，某种程度，因为大陆不能做嘛，所以我自己也观察到，其实像 H 系列突然被拉起来，然后上什么微博热搜，这个也是蛮重要关键。所以就是以这个华语内容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 BL 还有很大的内容要精致化的空间，才能够真的去跟人家打国际战。对，好，接下来这个看我们的好，因为我们这一次我们会去做 BL 的部分，就是用 WBL 部分去做，就是因为我们从行销层面回推回去，因为在台湾其实很容易是做戏的归做戏的，宣传的搞宣传的，然后后面看有没有商品，反正有的话再说，没有的话就算了。所以我们等于说用行销的部分往前推，它就可以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规划好到底有多少花絮要上，到底有多少内容，多少素材。所以现在我们虽然才刚杀青，但是我们的周边商品要做什么东西，什么时候上架都已经确认，然后包括了异业合作的部分其实都有，它就可以成为另外一种模组化上面的经营。那包括因为我们自己也都有行销，所以他就会知道整个国际市场上面的需求。譬如说我们在里面，因为我们要在日本上架，我们这个在里面偶尔就夹杂个1、2句的日语的部分，然后让大家会有一个在更朝向国际化的方式来做这样的一个规格。因为我们也不希望说你就觉得你让我们听到 BL 就是大概就是长那样的东西，而是可以在更刚刚提到的精品化，让它成为一个最棒的东西，然后可以去被呈现。所以像这样国际化的一个需求，其实是一个在不同的时间点，我们可以找出不同的状态。像我们的电影很多元性，我们就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不管是台湾的票房，或者是其他地方的影展的部分，小而美，但是它确实有创意。那在影视作品的部分也是一样。所以我们是请刚刚我这边尼克老师您讲一下，因为他跟菲律宾还有跟泰国的部分都有去做这样的一个影视上面的合作，我觉得那应该可以对两地的制作方或者是故事的联合，或者是演员的曝光度的部分都有很大的一个帮助。其实刚刚婷飞讲的那个部分，因为刚好我们有一个导演，他其实从前年就跟我们合作了，然后他其实就是拍那个Two Moon Two 嘛，Two Moons Two 的第2季的导演，然后他其实跟我们合作是他的第2部长片作品这样子。然后长片作品之后，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是另外一个那个影集的版本这样子。那跟这个长片是没有关系的，是另外一个影集这样。那
其实就像婷飞讲的，那些导演们还有他们的制作，其实就是一条龙的，很厉害。其实他们在拍摄过程，从 TV9之后就有很多其他 TV9的一些影片，或有一些那个 GIF 档案就就跑出来了。就是他们其实一开始在做一些规划的时候，就已经会把一些，然后他会安排那些演员，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已经会让人家有那种 biang biang，就是那种眼睛会闪，那么他们两个要做一些什么样亲密动作那样子一些安排。我觉得还有，其实我们发现，其实泰国他们在塑造 CP 的上面，不是只有在影片的本身塑造 CP， 是影片下来之后，他们开始在跑见面会，或者在私底下一些互动，甚至于他们彼此之间的 IG 啊，彼此之间的 Facebook， 那些 CP 的塑造，其实是造成后来大家会喜欢这部片很大一个原因。因为其实腐女们的梦幻泡泡不是存在观看的那个刹那，而是他们喜欢这个东西之后，他们就会觉得，哦，我真的希望他们永远在一起，一辈子在一起这样子。其实那一天也塑造得非常好，因为那一天在这两个主 CP 在私底下，他们其实也维持了蛮长一段的这样的一些互动。那我觉得其实在泰国，我们在跟泰国的合作之下，就发现其实泰国的导演们在维系跟做这一段的事情，真的是就像婷飞讲，有一条龙的一个计划在里面这样子。然后菲律宾的部分，我们因为菲律宾其实也拍了非常非常多厉害的剧，那其实菲律宾导演他的塑造，当然在 CP 的部分的塑造没有像泰国这么样的就是一条龙，但其实他们在从影片塑造一直到就是落点，他们想要一个 idea 之后，他们在思考过程当中，其实就会有一些我前面要先加一些 teaser， 或者是主视觉之前，他要再做一个比较诱人勾人的一个 teaser 的一个主视觉，然后再加上主要的主视觉，主视觉有可能又有分3波主视觉，然后在最后才是主要那个主视觉，然后在预告可能又有预告之前的次预告，然后再来是主要预告这样子的一些规划在。那可能线上他们其实连线上的一些，比如说 live 的一些直播的部分的一些规划都已经加上在里面，所以其实我觉得好像跟我们一开始没有想象菲律宾的导演可以规划到这么的仔细。那其实我们在跟不同的导演们学习，不同国家的导演们学习的时候，也刚好就学到这两套的系统。他们其实不是真的就是在影片已经出来的时候才开始规划这些，而是他们在写剧本，从脚本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先落点好。因为我们最近那一部新片是在12月底的时候12月初的时候会上，它叫《穿越时空的情书》，然后它讲的其实就是一对50年被时空隔开的50年前的一个男生跟50年后的一个男生，他们透过镜子，然后月亮之神的一个力量，让他们两个穿越50年的一个爱恋，透过镜子，然后跟不断的投递情书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导演都已经想好了，我在拍摄主视觉的时候，我要摆一座桥，50年前的那座桥的样子，50年后这座桥的样子，这个人在那个时候，这个人在现在这个时候的一个画面都已经拍好了，然后甚至于情书的一些概念，然后他们在场景的设定上面，这些后面的东西都已经做好了，所以我们其实很多素材都是在导演过程都已经提供好给我们，在行销上面其实有这样一个铺陈上，后面的故事在执行上都简单，然后轻松很多，甚至其实过程当中我们都是一起讨论的。对啊，我觉得这是我们目前在跟几个不同国家导演的合作上面有一些学习到一些东西，这样。所以呢，其实透过不一样的内容，在台湾这么多元的一个的市场上面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可以具有很多的创意。但是除了创意之外，其实我们刚刚谈到了从 LGBTQ 的行销到的发行，然后到行销，还有到我们 BL 的南美的行销兼发行。到底上面有什么样的差别？其实最终回来就是我们必须要找出一个市场他们想要听的跟想要看的跟需求的东西，然后我们从不同的方式去给予，基本上应该就可以去获得了真的 follow 我们跟喜欢这样的内容的一群观众。像刻在你心的名字，除了同志之外，我们也弄了2个小鲜肉出来，这些他们呢除了鲜肉之外，他其实还是有非常丰富的演技层面以及情感层面上面的部分去做，所以他们未来就可以成为一个
一代明星，然后把这个明星到不同的地方去让他去做不同的呈现。那《亲爱的房客》里面你看到了也是一样，就是这个有杰导演他去看到里面的这一些小莫他的表现，跟刚刚讲姚晨耀他也在里面表现，以及小朋友淑芳阿姨他们表现，你又可以从同志的日常生活当中去看到很多人性，你以为很简单很平凡，但是好像它可以触动你内心的很多的感触。那我们也有像美玲导演之后也会有异色情色的那个爱莎这一种的非常跨越了你能想象的性别议题的电影的部分推出。那也有像我们 WBL 的这个影集的部分，会让大家看到更不一样的东西。我觉得在爱情之前呢，人人都平等，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高拉，也是各位在从行销或从发行，从世界各地都可以让你们把台湾原创的这样的一个性别议题的东西，或者是 BL 议题的东西，或者是不管是男生爱男生、女生爱女生 ，anyway， 只要我们喜欢一个人，就是一个很棒的东西。但是我们一直在借由这个东西去扩大我们很多的同温层，因为同温层必须要跨出来，我们才能够获得更多想要获得以及想要被诉说的故事。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大家一起来跟我们参加这一短短的这个时间，我们这一次的 Go Summit 的线上会议的部分呢，我们就是从台湾的 LGBTQ 以及 BL 的这个内容行销发行的部分来跟大家去做一个线上的不一样沟通。最后是不是请大家再跟我一句话好不好？来，我们先请王穗大哥。很高兴能够参加这一次的活动，获益良多，也期待这次的这个小的讲座的这个成果能够以影像跟文字的形式，让更多人可以看见。谢谢。好，安妮塔。真的透过台湾的 BL 剧，让很多人看到台湾很多自由的面貌。我们的同婚也成功了，然后很多真的是以往没有看过的戏剧模式，那持续性的会把这个东西传达给日本还有世界上其他的观众。谢谢。好，现在好的，那希望说台湾的这个 BL 精品化会在短期内赶快实现，那就从乔姐的作品开始。对，谢谢。OK， 好，那最后高拉，因为高拉在全球各地上架了之后，其实不管是 BL 女同、男同的所有的议题的部分都会在里面，其实真的是酷儿的一个专属的园地。那很多东西都会邀请大家去共创，所以去年有一个幸福5部曲，然后今年还有一个10部的算是电视电影的这个规格部分进行。10部是但是它其实有一些升级了，所以原本是10部短片，但是有些已经升级成是影集了这样子。对，所以它是一个同志音乐爱情故事的概念，所以是配合音乐、配合 MV， 再配合短片或者是影集。对，好，所以刚刚来也在翻译 Your Story， 我觉得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大家都身为人。其实酷儿就是很多东西，我们其实都可以很酷的去接受所有的所有的一切，不管是性别也好，阶层也好，年龄层也好，所以刚刚有跨越50年也好，或者是都可以。所以呢，就像刚刚说的，我们 Find Your Story， 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我们大家创作的影视内容的部分，再透过发行跟行销的部分，让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我们不一样，但是却很平凡，但是可以触动人心的故事。所以今天非常谢谢你，我是台北恰，谢谢你今天的线上座谈，也谢谢我们4位的来宾，谢谢，谢谢，谢谢。